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丽丽。我之前有和大家介绍过减肥期间一吃就胖的零食，那之后好多网友就建议我出一集减肥期间可以吃的零食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想说，就是很多网友表示对我的一些食谱很感兴趣。那么欢迎你们去订阅一下我的 Instagram，上面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新的低脂低卡的食谱，那欢迎你们去看。然后大家只要在 Instagram 上面搜索大丽丽就能找到我了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信息留在下方的信息栏里，欢迎大家去看。OK， 那让我们开始正题。那大家都知道呢，减肥期间最重要的就是管住嘴。我还特意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介绍了我的懒人管住嘴大法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去看一下。那想减肥呢，其实真的不用这么麻烦。我把这些常见的低卡路里的食物推荐给你们，在减肥期间呢，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吃。低卡路里的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肥，那它还有很多附加的功效与作用，都是减肥的加分项，因此很多医生和专家都提倡低卡路里饮食。在这里呢，顺便说一下低卡路里食物的好处。那首先呢，它可以降低超重或者肥胖糖尿病朋友的体重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体重。第二一点呢，就是它们可以减轻胰岛素抵抗，增加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。那么第三一点就是它们可以减轻胰岛 B 细胞的负担，那么延缓它们的衰老速度。第四就是这些低卡路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满足你的食欲，同时呢带来饱腹感，让我们在享受吃饱的乐趣的同时呢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。那么常见的卡路里低的食物是哪些呢？那就让我们一一看过来。首先我要说的就是黄瓜。那黄瓜中呢含有大量的水分，然后口味也很清香，同时它含有纤维素以及矿物质，可以消除我们身体的水肿，促进毒素的排出。黄瓜中呢含有特别的成分，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脂肪分解，而且不可思议的是，它的卡路里只有16大卡每100克，是热量最低的蔬菜，因此呢还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所以不要看它热量低，它可是浑身是宝。黄瓜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胡萝卜素、尼克酸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成分。新鲜黄瓜所含的黄瓜酶呢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而且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我们皮肤的氧化还原作用。因此呢，黄瓜具有美容的效果。同时呢，黄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为我们的皮肤提供充足的养分，有效的对抗皮肤衰老。所以建议减肥时呢，可以经常的吃黄瓜制作的凉菜或者沙拉。第二个可以制作成减肥时期小零食的食物呢，是木瓜。那最著名的热带水果之一，木瓜因为它独特的味道和营养成分呢，深受人们的推崇。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木瓜的热量很高，其实不然。其实每100克木瓜的热量只有32大卡，那么升糖指数 GI 值也只有30，所以是非常标准的减肥好食物。而且现代人生活作息忙碌，加上外食族高油高热量的饮食习惯呢，特别容易导致体内慢性发炎。而我们如果要减少发炎反应呢，大家就不妨经常食用含有这个高营养密度，而且能够抗发炎的木瓜。那为什么说木瓜减肥可以吃？因为木瓜它含有木瓜酵素，木瓜酵素呢可以分解蛋白质和糖类，更可分解脂肪，缩小肥大细胞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及时把多余的脂肪帮助排出体外，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。另外，木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是苹果的48倍，非常的高。加上木瓜酶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能力，能够帮助体内毒素的排出，那么就可以由内到外的清爽我们的肌肤。那么因为木瓜呢性温，不寒不燥，其中的营养容易被皮肤直接吸收，特别是木瓜呢具有润肺的功能。当我们的肺部得到适当的滋润后，就能更好的行气活血，使身体更容易吸收营养，从而让皮肤变得光洁柔嫩细腻，然后帮助减少皱纹，让我们的面色红润。
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就是有过敏体质者不宜过量食用木瓜，还有另外孕妇食用青木瓜呢，有可能会引起子宫收缩，所以也要小心。另一款我很喜欢的零食是黑巧克力。当我很想吃甜食的时候，如果吃一点点黑巧克力，可以特别的有效控制我想吃东西的欲望，同时又能满足我的味蕾，一举两得。在所有的巧克力中呢，可可固形物含量高于70%的黑巧克力是含糖量和含脂肪量最低的。那它变成葡萄糖后进入血液，在身体里缓慢地释放能量，使我们的血糖呢经过2到3个小时降到空腹时的水平，因此不会造成血糖的剧烈波动。然后黑巧克力控制食欲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呢，它所含的咖啡因有抑制食欲的作用，并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。而且另外，黑巧克力中的天然抗氧剂多酚的含量较高，在一定浓度下可以降低血小板的活化，转移自由基在血管壁上的沉积，所以说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友好。那么另外一个我减肥期间包括现在也经常吃的零食呢，是圣女果，或者说又称樱桃小番茄。那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呢，也装一点在零食盒子里，以便嘴馋的时候拿出来过过嘴瘾。你可以像吃糖果一样一颗一颗的吃，然后也不会摄入很多卡路里。那是因为呢，100克的樱桃番茄呢，只有大概20大卡的热量。另外，圣女果中含有谷胱甘肽和番茄红素等特殊物质，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，增加人体的抵抗力，延缓人体的衰老。还有就是番茄红素呢，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防晒功能，对于防癌，特别是对于这个前列腺癌都可以起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。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吃一些圣女果、小番茄之类的。花生呢也是我常吃的零食，但是仅限于没有加工过的，那种油炒过然后又加了很多味素的就不建议常吃。那么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这个亚油酸成分，可帮助我们脑部血液畅通，它们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植物油，那么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可以顶饿。习惯于久坐的白领呢，不妨准备一些花生呀、核桃、杏仁等坚果。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呢，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。所以呢，常吃花生、核桃等坚果类食物呢，能使发病几率大大的降低。100克的花生的热量大概为313大卡，其中蛋白质12克，脂肪25克，碳水13克，所以每次就吃一小把，约25克就差不多了。那么它可以提供较长的饱足感。另外，你自己烤制的花生制作出来的零食也比在外边买的成品强很多倍。所以呢，勤动手，我们也可以自己 DIY 很多健康的坚果小零食哦。第6个呢，就是牛肉干或者卤牛肉。我减肥期间呢，因为当时执行168断食，我是早饭午饭正常吃，但是到了晚饭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会饿，所以我就会拿出100克自己卤的牛肉来吃，或者是50克自制牛肉干。你们可能说，你这还算是断食吗？虽然不十分严格，但是合适的食物对胰岛素、血糖影响比较小，因此呢，对间歇性断食的整体影响不大。关键饿肚子并不是能持久减肥的方案。酱牛肉或者牛肉干呢，富含蛋白质，有一些血红素、铁，同时呢，锌、硒和各种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，能补脾胃、强筋健骨，并且呢，可以补血气。另外，相比你在外边买的酱牛肉或者牛肉干，自制的牛肉干呢，含水分和盐分都更少一些，而且卤牛肉或者牛肉干里需要放的糖，你也可以用代糖来代替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热量又少了很多。那么好，最后祝大家减肥顺利，谢谢你们的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